他就跟我讲说，觉得我的很大，他好奇是怎样？好奇是多少？大于18还是小于18？等于18，就是从根部啊，根部的侧面。20几岁的时候，真的，这不夸张，就是一天6次这种是有一定会出现的。按赞、订阅、开启全部通知。您现在收看的是传播地频道。Hello， 大家好，我是传播帝。在演艺圈闯荡的每个人都需要自己独特的形象跟包装，而今天的来宾，他最主要的标签就是健身。欢迎祖雄。嗨，大家好，我是祖雄，今天带来我的健身书《Be My Hero》。是健身书还是写真书？讲错了，写真书。因为之前发过2本都是健身书。对，之前2本是教大家怎么做运动，但是有小小的露肉。对，之前我发健的时候还去过你的节目。对，天菜健身。这是我跟那个威廉共同制作的一个做菜的，然后带点体育风格的节目，就蛮特殊、蛮奇妙的。去胡闹的，不要这样子，我们有认真，还是有认真做菜，有认真做菜，只是节目都在胡闹。但运动方面就在胡闹，对，玩游戏什么。是的，那这本写真书《Be My Hero》主要的主题是什么？主题就是因为它是我来台湾10周年的一本纪念写真。你已经来这么久了？对，来的时候25岁，现在已经35岁了，还是很年轻。再不发就过40啊！对。这个好像就跟女生是高龄产妇的感觉一样，就是这个年龄好像得赶快做一件什么事情做纪念了。对，就是年轻不留白了。但是之前2本健身书的时候，就是一直有网友就是叫我发纯粹的写真。对，那这个其实是第1本，所以这是你第一个孩子。写真的孩子，第1本写真。那尺度到哪边？尺度是我个人出道15年来最大的尺度。给你看。好。然后我们等会会好好的开箱。那我在这开箱之前呢，要跟祖雄好好的聊一下天，因为最近祖雄呢在 IG 上有一件事让我非常的惊讶，就你在 IG PO 了。应该是你的初体验吧？就是而且是 Q&A， 我想这个人 Q&A 也太巨细靡了吧？说什么到女网友家本来要看猫，后来演变成可能要做一些事情，但还没有进入前就火山爆炸了。对。好，你怎么会愿意讲这些话题？我一直以为你在开玩笑没有，是认真的。你这是认真的？而且我发现我一讲这件事情之后。所有，因为我讲完之后我就发一个嘛，就讲说你就立刻回复，你们的第一次都很厉害，然后大家都有回复，超多人跟我分享。我觉得就是这个是一个分享的时代，你只要愿意把你真正的事情讲出来，大家都愿意跟你分享他们的。那个开关是什么？因为你这个尺度忽然变很大对啊，就是年纪已经大了，就是我觉得已经到了一个可以侃侃而谈，不需要什么包袱的年龄了。你第一次就等于是没有完成，没有达阵是你有这么紧张？超紧张的。OK， 如果他可能是我一个谈恋爱的对象，或者说他已经是我认识的，就会比较放心一点，可能会比较放心。可是那个人是算是一个陌生人，就是网友，看猫的网友。对。一开始他就已经把，就说那我们要不要约这样子？就已经把他的影片发给我看了这样。对，影片这样。好，就是大家已经知道出去就是去那里就是目的是什么了？目的是很清楚，很明确。对。然后只是我自己就觉得哇，很紧张，因为我真的没有做过，你知道没有做过啦。我懂。然后满心期待。对，然后就是很紧张，终于可以体验到，因为我们都有在看片这样。然后一直幻想说我们可以干嘛？我终于要上战场了，上战场。对，纸上谈兵很久。对，我终于要实际的操作了。对。他有安慰你吗？说没事啦。他安慰我，他跟我说，放心，你以后一定很厉害。他人好好哦。对，我觉得有受到安慰一下。不过聊到这么解放之前，就会想到其实当艺人的时候，很多时候公司会下所谓的封口令，就是很多东西是避免要谈的，比如说你们的感情状态等等很多事情，是不是你当初也有被限制谈蛮多东西的？当然，而且就是以传统的艺人或者说包装艺人的思维来说，还是要去做人设。很敏感的2个字，人设，希望不要崩坏。对，我觉得。只要有人设就会崩坏。如果这个东西不真实，它就有被戳破的一天，对不对？举例来说，我自己不太喝酒，偶尔喝。
那可是我之前的公司就会营造成好像我滴酒不沾，你知道吗？我知道，就是太绝对的没有了。对，但是我其实真的很少喝，但是不是说我绝对不喝。那如果我要营造成我滴酒不沾，有一天我被拍到我在喝酒的时候，对，就会破功，而且会被显得很不好听。没错，甚至抽烟什么，抽烟我是真的不抽，因为很多女艺人很容易抽烟会被拍到，然后就会登上包装杂志，我就觉得其实那也不是什么大事，但就会被说人设崩坏。没错，就是说他抽烟可以抽吗？可以抽，18岁以上就可以抽。但是如果你设计的人设是不抽烟、洁身自爱、小可爱，对，这个时候拍到你抽烟，它就变成一件大事情。就比如说，可以聊吗？好，讲一下。好，比如说有一位男偶像，就是我觉得真正的问题不是出轨，也不是他什么，就是当然那是一件大事，但是以现在的时代来说，大家不会觉得是很惊讶的事情。惊讶在于人设崩塌，而不在于说婚内出轨。我们自己同志间发生的离奇的事情更多，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事情相对的冷静，但还是会很惊讶、很震惊，是因为他的人设太完美了，你那个形象落差太大了。真的也是我的偶像。但我想回过头来问一下，那你当初有被公司限制，比如说不能谈感情的话题吗？基本上我们目前一定是单身，幕后就不能说。你说的目前是荧光幕前都是单身，荧光幕前，幕后就不一定。我的个案是我一开始其实也没有刻意去隐瞒，甚至我就第一个在台湾被拍到的恋情，其实有被国仔被拍到。是我们大家知道的那一位吗？对，应该算是就新闻爬得到的那一位。应该也是我认识的那一位。好，那个时候被拍到之后，我那时候的经纪人就跟我聊说，要直接就是坦荡荡的公开，还是说不公开？因为坦荡荡的公开就比较轻松一点，对，但是就会有影响，后续会有压力一直追着啊。但是如果说我们不公开的话，他就会这媒体会一直追。那对支持我的朋友来说，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我在故意在隐瞒他们，在骗他们，那反而是不好。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去想要隐瞒，我就觉得说啊，那就讲，反正是被拍到，除非就我们不会刻意说，我谈恋爱了，不会那么高调的去，因为晒恩爱死得快嘛。就是一般人的，好像是一般人就如果我今天不是艺人，我是一般人，我谈恋爱我也不会说我谈恋爱了，我觉得我也不会是这样，低调平平稳稳。对，只是说我们既然已经被拍到了，那我就觉得说那就说实话。对啊，因为已经被拍到了，我再去说那是假的，我们去房间只是看电视或者只是，那就这就真的骗人了，那就是真正听说瞎话了。对。所以我就觉得没有这个必要，所以但是那个也造成后来对我造成伤害，是我觉得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讲说恋情公开，尤其是两个都是艺人的情况下公开，它是会受到很多人的讨论。是。那谈恋爱，尤其是在初期的阶段，本来就是很多事情要磨合。对啊，那很不稳定。你坦荡荡的把你所有感情的问题都抛给大众参与讨论的时候，其实每一件小事情都会变成大事情，会很快就比如说，对啊，就很容易出事情。比如说，我们只讨论一个说，到底我们吃完饭之后应该谁洗碗啊？可能有女生讲说，每一次都是我洗碗，这个时候就变成你知道吗？就变成一个全民公审，对，公审。大男人他不洗碗的，对，就是这种东西，我觉得就是还是要留给两个人去解决的东西。其实这一题真的很难解，我自己也有遇到类似的问题，就是我的另外一半会被私讯问我们两个的事情，然后他就会觉得很困扰。然后其实自己也是 KOL， 那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是真的很难拿捏，所以你会不会觉得其实当艺人很为难？你其实没有办法当一个很真正的自己。就是选入这一行，就是他们讲说吃咸鱼就要忍得住咸鱼的臭味，对之类的。就是我们每一行都有它的甘苦谈。那我要讲的一点就是，有时候艺人不讲自己谈恋爱，不是说我们要保持自己的市场，还是我们要你知道吗？就是有时候真的是我们保护恋情，不想要那么麻烦，对，或者那么就是因为对啊，这个是也是另外一种照顾对方的表现啦。没错，我觉得，但是到结婚那肯定就没办法，就结婚就是一个社会的事情，而且两个家庭甚至是更多人参与的事情，一定要好好的诚实面对。如果是结婚的话，好的，那我们现在要来开箱你的写真了，看看里面有什么精彩的东西。我真的是第一次看啊！我真的是第一次看啊！我怎么会挑这么亮的颜色？你平常会穿这么亮的颜色吗？会哦，我是一个闷骚的人，算是处女座的。对，就是大概写真书大概分成3个 part，前面第一个 part 就是比较运动的，
我自己这是其实是滑水的装扮。我们在滑水的时候呢，都会在我自己啊，因为我们在玩的那个水是有一点是河水，对，海水，还是要咸的，还是要洗干净，还是要用淡水去冲干净。对。所以这是在等于是游艇上面吗？没错，这就是我们滑水的游艇。然后这边就是比较像是自拍的感觉的。这是在哪里拍？淡水河上吗？就是巴黎。巴黎到淡水河跟基隆河。所以主要就是在淡水巴黎那一带，对，有这样子的运动，是不是？那这个是会有它的难度，它主要最难的，比如说是核心要用力，还是腿，还是手要抓住？就是看起来很多人会以为说你要有很大的力量去拉，对，但其实不是，你是被拖。所以你是要学会被拖，是不是？所以被拖的话，就在于你的核心稳定，讲对了，还有下盘的力量。对，你要撑住那个下半身。对，其实我一开始很多人用错误的方法，就是对抗去拉的时候，你都会往后摔吧。对，那重心会不稳。所以你说不要对抗它那个拉力，对，你就是用下盘身体去，手只是抓好固定就好。然后脚撑着让它带动。对，我们平衡都是用肢体，去保持中立这样。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个人会很喜欢的，就是在床上的这一组的风格。这个是第二个造型，第二个 part 就是房间内的我，像是跟我待在同一个空间里面。也太害羞了吧！如果跟你在这个空间里面，应该很少人可以受得了哦。我觉得帮你拍出又另外一种感觉你自己觉得跟我现在你看到的我不太一样？怎么？我觉得这个发型，我第一眼真的以为很像郭彦均或严。郭彦均，有，应该不是第一次被说，对不对？我们的发型有一点雷同。那你们的眉宇之间也蛮像的啊。可是我觉得这个有一种很沉稳的帅哥的感觉，跟你平常的那种运动的形象又不太一样哦。好，这就是所谓的另一半的视角，对。所以叫他过来陪躺之类的，有一起睡醒的感觉，一起生活，一起睡觉，一起起床，一起。尺度算蛮大的耶。这个应该是全裸入境，只是都有遮住吧？没错，这个其实是4月版，还有完整版的话，还有那时候是真的是会怎么样？就是那时候是真的是全裸，然后没有毛巾哦，我们是背后版。那摄影师的工作人员都在我的背后，但是我们那时候对面。就是邻居大楼的，对，贴得蛮近的。然后我们在想说，对面如果有人的话，应该可以看到哦。好，大家期待完整版的。然后这是第3个阶段了，是不是？没有，这还是这是同一段的。同一段，对，最后一段就是。可是这个光好美哦，这是自然的灯光吗？还是下灯？是打灯的，对。但是这个颜色好漂亮哦。对，我蛮喜欢的，就是很有夕阳的电影感，对，很漂亮。哇，这本真的很值得收藏看到各种不同样貌的祖雄，帅气，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咯。对，在哪些平台买得到？再跟大家讲一下。在我的个人网站就是 FitnessHero.pro， 那是我的个人品牌的一个网站。那现在也在博客来上架，可以赶快到博客来。博客来现在还有赠品。好，那说到这个，就是因为其实发行这样的写真，绝对是我的频道的这些同志观众们很喜欢的一个作品。那我之前有在新闻上看到说，你。蛮多人邀约你参演同志的角色，但是你在过滤剧本上，你会有自己的一套想法，是不是？对，因为我真的收到很多同志的剧本，那我觉得就是我不想要演一个很印象化的东西，很刻板的，对。但而且我还有发现，就是很多如果一个同志一出来，他就是吸毒，他就是做爱，他就是心理变态，那我就会觉得这个是一种污名化，因为一个角色就算他是心理变态。不是没有心理变态的人，也不是没有心理变态的同志，但是你起码要给多一点交代，说这个人是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他不是因为他是同志，所以他是心理变态，这两件事情是没有联系。就是角色要比较完整，你才能知道他为什么会有这一段，没错，而不是只有负面的那个形象而已。对，就是你今天要给我演一个同志，我会接受你要让我交代清楚整个故事他的内心状态是什么，而不是说我们出来就是负责，好像就是做那一件事情而已。就是他是一个人啊，他有他的生活，他有他的想法，还有他接触的他的思维逻辑。我觉得如果没有办法去体现这一个层面的话，我就会不太想要演这样。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进行我们的快问快答2选1，就是我会告诉你2个答案，你只能选一个，要立刻回答我。然后我们再一题一题来检讨讨论。洗澡5分钟还是洗澡半小时？半小时。大于18还是小于18？等于18。背后熊抱还是正面烂屌屌？正面烂屌屌。好，全力冲刺还是缓缓挺进？全力冲刺。
完事秒睡还是收工继续聊收工继续聊。？OK， 弟弟，你刚刚是回答洗澡半小时是不是？对对对，你是我很享受在洗澡的过程。半小时不会太久吗？不会，而且我不知道是小时候看到什么，就是教洗澡的一个文章，然后他就教我们说洗澡要从头洗到脚，然后我就会我从小到大都是按照这个 SOP， 比如说好，它里面的文章大概是讲说，比如说如果我先洗了我的脚，我再洗我的头，那我头上肮脏的水流到我的脚，我的脚是不是又变脏了？对，我就听到哇，超有道理，我就开始 OK， 每次都会先洗头，然后洗脸，然后就是会从上面慢慢一层一层这样子往下走，这样。我有朋友是洗澡要1个小时的，他就是一寸一寸的刷啊。你也会这样子吗？是没有那么夸张，对，因为我就觉得这个有点离谱了就是他真的每一寸都要洗到，他不会这样子划过去的。可能一些比如说耳朵后面啊，或者什么重点部位会精致的处理。对，或者说很容易忽略的位置。了解，好的，洗澡洗半小时真的是棒，洗得很干净。因为我家有那个你知道那个换气的那个系统，按一下它就是半个小时，你就听到那个声音结束就那个声音结束我就要赶快要处理完这样。你是军事化生活的人吗？有一点处女座很那个你知道吗？很规律。然后你说等于18，等于18，你知道我要问什么是不是？对呀，就是真的有认真的量过。那个情况是当时候是有发生关系，然后对方就觉得他就跟我讲说，觉得我的很大，他好奇是怎样？他好奇是多少？那我们就说好，那下次在那个的时候用尺量，对，是用皮尺，你知道吗？我腰围。那是从上面量还是下面量？下面量吧，就是从根部根部的侧面。对。好，大家都听到。这种题目我是很少问男艺人，但是因为想说你在节目上有听，我看你在愚人节的频道也是有讲，所以我才要拿来问。那个就是那个纯粹是符合18118.1，对，但是最正确是18。对。哇，你那一则影片看的我就是一直笑因为他一直讲一些很暧昧的话，什么我夹很紧等等的。如果你不动的，对，如果你没看画面，只会想说在干嘛？但是我知道你们两个在做运动，我就觉得真的是看得我很害羞。这个很适合，真的很适合2个情侣这样子。好，那下一题是背后熊抱还是正面烂屌屌？我们选的是正面嘛？正面，比较喜欢正面可以看得到表情，还是正面的？我想，因为熊抱比较像是偷袭的感觉，比如说人家正在做菜，就忽然这样过去这样报警。好像2个都喜欢，都喜欢是不是？都喜欢，只是2选1的话，硬要选一个就是正面比较好。是因为有别的触感吗？接触到的部位比较多。好，带过就好。然后全力冲刺还是缓缓挺进？你刚刚选的是缓缓，是不是？全力冲刺。全力冲刺。你是猛烈型的。对啊，因为运动员在床上也把它当做运动吗？缓缓10秒，然后全力冲刺。有频率的变化才不会感觉到无聊，因为频率过于单一会容易睡着。对，这样解释 OK 吗？对，就是虽然我是处女座，虽然我做事情是很规律，但是这件事情不能够太规律。其实我们是你知道吗？演员，就有时候我们真的会玩角色扮演，要玩很彻底的。怎样？就当做是角色来演，就是你是什么角色？你演过什么角色？该不会有古装的吧？没有古装啊，但是就基本上你会想得到的，什么警察啊、按摩师啊、什么老师啊，这种一定会有啊。按摩师不错我很喜欢按摩师的，我个人很喜欢按摩师。玩的最多的就是按摩师啊，因为按摩师就是当有一方很累的时候，你知道吗？2个人要一方很累的时候，你就当做你是按摩师，他是你的客人，这样哇，就会很好玩啊。真的，对啊，而且真的是在玩游戏的时候会有不同的感觉，你会觉得你好像在跟另外一个人在做。真的，这是给那种已经觉得厌倦，就是说已经有一点疲乏的人，让你们恢复2个人之间恋爱活力的一个小方法。因为太多人都有这种，因为我看到结婚很久的朋友都会跟我讲，就是那方面可能就没有那么活跃。我猜大概1-2年之后就是另外一个周期，就是一定会有疲乏期。那疲乏期，我觉得真的是最好就是要尝试换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角色、不同的，你知道吗？新鲜感。不一定要来自不同的人，他可以来自同样的人，但是不同的环境。了解，因为我看你在愚人节的频道还说你1个礼拜最多可以到7-8次，我真的有吓一跳如果再年轻一点，20几岁的时候一定超过这个数字啊！怎么会？20几岁的时候真的这不夸张，这是1天6次这种是一定会出现的。20几岁的时候一定会有吧？你没有，我觉得你还是算体力好的啊。有在健身的人应该会痛吧？
年轻的时候真的会有，因为那个跟那个男性荷尔蒙对睾固酮有直接的关系。那睾固酮分泌很强、很充足、很快速的时候，就会很快啊。有试过说就是真的是来了之后可以立刻再来第二次。所以运动员的睾固酮都偏高吗？我觉得会耶，因为睾固酮它跟肌肉也是有关联哦，是哦，所以它不是一个天生的分泌，是跟你锻炼还是一样会有帮助的，有关联。因为睾固酮它毕竟是在我们的下半身，所以如果你下半身的肌肉是比较发达的话，应该是有帮助。所以如果房事有稍微困扰的人，觉得力不从心的人，其实可以多做一些下半身的运动。所以他们讲，男生的大腿是第二颗心脏。我现在就来做 squat， 真的，男生把臀腿练好。那个跟那个是绝对的直接挂钩的关系。OK， 所以像你们昨天做的那个运动的姿势火车便当，你也在真实的人生中有体会过这件事吗？有啊，当然有啊。不会觉得有风险吗？就是折断的风险，就是女方的核心还是蛮重要的，要不然的话其实玩不太起来。所以对方也是要是一个有运动的底子的人。就像我跟宇文姐做的，她有一点害羞啦，所以她说她巨高，对，她是闭着眼睛，所以她而且她没有主动的卷腹。要不然女生那她主动卷腹，就是女生的腹部核心要她还是要撑住，要盯住啦。要不然的话，女生如果完全放松的话，那你要承担她所有的重量。OK， 男生如果把全部重量都去扛女生的话，那不用做了。对，没错。好，我们聊的这么歪楼，可是我们还是有体育专业在里面。对，还是有点知识性的，是不是很棒？好，下一题是我还是秒睡还是收工继续聊？你会继续聊？会继续聊啊。因为有的人就是真的就是算了不行，是我觉得有一点点小不礼貌。对啦，除非真的是就是陌生人，或者是就是你真的尺度不是普通开内。好，陌生人就可以，就是你不需要跟他情感的交流、维系感情的人，对，那就还好。另外一半就要。另外一半一定要啊，对，因为有的可能是另外一半去洗澡，然后发现，因为你可能先洗的比较快，你就睡了，还是会先说晚安才睡吧？不一定哦，有的比较不贴心。就是有时候真的很累，比如说我已经重训完回来很累的时候，还是要做。那做完之后真的会有秒睡或者想秒睡的状态的时候，就起码还是要交代一声啊，这样我要睡了，就不可能讲说做完就直接睡觉这样。好，你真的是我见过最侃侃而谈的男艺人，掌声鼓励，整个是抛开过去的包袱跟枷锁了。那最后想再请你介绍一下你的写真书，还有你的运动品牌，对不对？你是一起成立的？对。那我自己的写真书就叫 Be My Hero， 那我自己也成立了自己的健身品牌，那它是一个拉力绳。那用的就是很好的马来西亚的橡胶，加强的橡胶对，天然乳胶啦，所以它的实用性、它的寿命年龄是很长的，而且我计划就是要把这个东西变成一套的训练系统，而不是只是买一条绳子而已。对，所以后续会有很多的教学影片，我们后续还会有很多的小配件，去把这一条弹力绳的作用发挥到淋漓尽致。简单来讲，它就是一条可以让你练全身的很厉害的一条绳子。好的，谢谢祖雄今天来我们的节目传播电频道，我们下次见喽，拜拜。好，拜拜。If you like this video, like it and share.